一路沉默着到了云深不知处。蓝忘机将温苑交给蓝曦臣，蓝曦臣似乎早已知道，并不觉得意外，却还是忍不住道：“忘机，魏公子的事情，你节哀。”魏无羡奇道：“他哀了吗？要节也轮不到他啊哈哈哈哈哈！泽无君，你可太会说话了。”蓝忘机点头道：“我知。”蓝忘机安顿了温苑，转身下了云深不知处，魏无羡只好跟上。蓝忘机买了一坛天子笑，魏无羡震惊了：“蓝湛，没想到啊，你都会喝酒了。”可惜魏无羡期待中的画面并没有出现，蓝忘机拎着酒坛去了采邑镇的湘菜馆，要了满满一桌红红火火的辣菜。他问店家要了一个酒杯，斟满一杯，原封不动地搁在了桌子对面，包括那一桌子辣菜，他一道都没碰。魏无羡愣愣地看着那套额外的餐具，看看酒杯，目光扫过满满一桌辣菜，最后定在蓝忘机身上，恍然道：“今天是我的头七，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。”蓝忘机当然没有回答他。魏无羡突然感到心中不是滋味，坐在蓝忘机对面道：“那我就不客气啦。”话虽这么说，但是他也真没办法不客气。魏无羡撑着下巴，就着灯火观察这位昔日同窗，他没那个自信自称好友，就连同窗都同得很牵强。蓝忘机轻觑了不少，淡色的眸子里掖着融融的暖光，这层暖光只浮在表面，像是一击击碎的水月镜花。蓝忘机眨一下眼，那层温度都会散去，恢复往日的寒元千丈。魏无羡笑道：“你其实没那么讨厌我，对不对？”蓝忘机垂眸不语。灯花碧波作响，四周一片静寂。等桌上的菜都凉透了，再无一丝温度，蓝忘机这才起身回了云深不知处。魏无羡欣然跟上。魏无羡道：“韩光君，我现在无处可去，就跟着你了好不好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”蓝忘机翻过一页书，魏无羡评价道：“书签挺漂亮，你做的。”蓝忘机不说话，魏无羡无聊的在地上打了个滚，反正没人看见他，他也不嫌丢人。过会儿云深不知处响起了报时的钟声，蓝忘机停下了手上的动作，静静听完了钟声后，将花签夹在书中，搁下书起身出门。魏无羡知道他要去冷泉修行，这些日子来他恪守非礼勿视的原则，这种时候绝不凑去。不过今天他实在无聊，鬼使神差地飘出门跟了上去。蓝忘机解开抹额，魏无羡靠在蓝草丛边的一块白石上，道：“韩光君，没想到吧？我还在这儿呢，你要被我看光了。”可是等蓝忘机褪去了衣物，转过身来的时候，他却突然笑不出来了。蓝忘机锁骨以下，心口的位置有一片狰狞的烙印痕迹，还没好透，褐色的印加依稀可以看出是个太阳的形状。这个烙印魏无羡也有，不过那是之前了。蓝忘机身上的这块，与他生前身上的那块，无论是位置还是形状，都一般无二。蓝忘机什么时候被人打了这么一个印记？魏无羡倏地站起身，眼前的景象不怎么清晰，他只能凑近了去看，是心伤无疑。魏无羡百思不得其解，原地转了几个圈，但实在是想不出以蓝忘机现在的修为，谁能在他身上留这么个东西。既然想不出，蓝忘机又没办法回答他，就只能自己去找答案了。魏无羡离开冷泉，朝着记忆中云深不知处医师的住处行去，期望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。哪想路过蓝氏时，隐约听到韩光君三个字，便住了足凝神细听。几名家仆正在打扫，边打扫边有一搭没一搭闲聊，其中一人道：“那天你们在云深吗？”“哪天？还能是哪天？夷陵老祖身死那天。”“不在，那天不轮到我当班，怎么了？”“魏婴死了，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也是金家或者江家吧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虽然家规里有不可背后与人是非一条，但能完完全全遵守的人也不多。”那人神秘兮兮道：“所以说你们不知道吗？那天韩光君回来，砸开了古室。”周围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，一人不可思议道：“砸？他砸开后也不说话，一个人在里面翻翻找找，我们不敢进去，只能去找泽无君来。泽无君不是和赤峰尊一同押送金子勋吗？那时候刚从清河回来，来到古室后就问他在找什么，
你们猜韩光君怎么说？”讲话那人留了个话钩，周围人催着他说，他偏要慢条斯理的扫地。李一金急得魏无羡恨不得直接掰开他的嘴，他才悠悠然道：“韩光君说他在找笛子。”“笛子？”“对，就是笛子。”泽务君拿了一管白玉笛给他，他却甩开了，说不是这个。几人面面相觑，魏无羡却隐隐有种预感，自己想要的答案就在这里。果然，那人道：“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了？才不是！”韩光君甩开笛子后，突然看到了那些收缴来的温家烙铁，二话不说拿起一个，反手就往身上按。魏无羡惊得呆了，怎么也没有想到真相居然是这样。的确，放眼真个修真界也没什么人能伤蓝忘机至此，可是他若一意孤行，也确实没什么人能拦得住。那人并不知道听者多了一个，兀自叹息道：“没有灵力的温家家奴尚且能给人一烙一个窟窿，更何况韩光君的灵力还那么强劲，我离得远都觉得闻到味儿了。”魏无羡再也听不下去了，几乎是夺路而逃。冷泉没有蓝忘机的身影，魏无羡又感到竟是，居然也没有。魏无羡询问云深不知处的草木精灵，玉兰树沙沙摇曳着，指了一个方向，沿着那个方向找过去，果然就找到了。蓝忘机站在一处种满了龙胆的小柱前，墨发还迎着湿漉漉的水汽，捏着墨额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魏无羡嚷道：“蓝湛，你疯了吗？往身上按这些东西干什么？”他这句质问，蓝忘机听不到。魏无羡张了张口，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心口酸涩的要命，绕到蓝忘机身前，却见衣襟拉得死紧，他什么都看不见。他小心翼翼地抬手，明知蓝忘机感觉不到，却还是轻柔至极地从那里抚过，涩声道：“疼不疼？”“肯定是疼的。”蓝忘机突然低声道：“母亲。”魏无羡吓了一跳，却见周围一个人都没有。而蓝忘基本也没指望会得到回应，系上墨额便离开了，仿佛只是为了在这里站一会儿。魏无羡跟在他身后，没走几步，忽有所感地回头，见花丛中不知何时竟站了一名女子，素白的衣裙在夜风中翻飞。魏无羡看不太清楚，只觉那人似乎在笑，笑容柔和。等他想要仔细看看的时候，疏忽一阵凉风吹起大片色泽浓艳的花瓣，那道身影恍若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魏无羡觉得自己快要瞎了，耳朵也不怎么好使，可是蓝忘机出门夜猎的时候，他还是坚持跟了上去。他觉得灵体在逐渐溃散，知晓剩下的日子不会太多了。可是这连50天都不到的日子，于他而言真是太短了。他去了莲花坞，江澄将莲花坞治理得很好，只是脾气还是一如既往的糟糕。阴虎符被他收着，魏无羡很放心，也去了金鳞台，江燕离也很好，偶尔发一发呆。有金子轩温声劝他，那个孩子还很小，几乎没有他手臂长，眉牙却笑得开心。他去岐山的时候正是晚上，温情睡了，温宁不用休息，在一片破窝棚外望风，没人敢来找麻烦。苏舍与金子勋分别交由兰陵金氏与清河聂氏看押，听说金子勋整日提心吊胆，担心夷陵老祖回去找他复仇，神经过于紧绷，已经吓疯了。看来大家都过得不错。琅琊有一棵槐树修炼成妖，用幻境捕捉过路的行人吸食血气，为祸一方，本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以蓝忘机的能力不到一时半刻就能解决，所以魏无羡见他一个不慎被拖到幻境里的时候，也没有太放在心上。槐树修出了精魄，便有能力编织幻境，使人沉溺其中，怀暗梦便是由此而来。即使那幻境再美好，蓝忘机也不可能会被区区假象迷了眼。可眼瞧着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了，蓝忘机却依然没有转醒的迹象。魏无羡手指敲击树干的频率越来越快，终于忍不住满面阴沉地站了起来。正在这时，蓝忘机醒了，